关税战的冲击是不是造成 iPhone 即将大涨价？那我们今天这期呢不会聊规格，不会聊功能。聊的就是价格，准确来说呢，就是 iPhone 17还有再来这几个月的 iPhone 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税战会造成它的大涨价，在美国市场呢甚至有可能创下新高。那最大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前几天所推出来的全球关税新政策。这个政策呢不只对世界各国造成重击，那我们台湾被视为抢走他们晶片生意的国家，自然也受到不小的冲击。那这个甚至直接影响到苹果在全球市场的供应链。那我们今天就会从关税政策、供应链的布局，还有对整体产业的影响，一路聊到 iPhone 17在美中台可能看到的售价改变。那在这个全球化断链的真实案例下，我们一起来分析苹果会怎么走下一步。那我们消费者又该如何看待未来 iPhone 的价格？好，那首先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场关税风暴。那就在前几天呢，川普对世界宣布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贸易政策，那就是对所有国家任何要进口的商品都一律课征 10% 的关税。那另外呢，特别针对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额外加码征收对等关税，那最高达到 50% 以上。得到的结果就是台湾呢被课征了 32%， 那中国呢高达了 34%。那有人说这个外加先前本来的 20%， 最多可能达到 54%。那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晶片，美国也很聪明，他们把它放在战略物资豁免的条件下面，所以像是晶片、能源、药品等等都得到了豁免。但除此之外呢，其他大部分的商品统统逃不掉。那有人说这个政策的背后呢，就是川普想要逼企业回流美国，减少对全球化的依赖，而这个对苹果来说，自然会是非常难走的一条路。好，那下一步我们就来看对台湾产业会有什么冲击。那表面上看起来，台湾虽然有半导体的这个豁免权，是不是似乎就没事？但是你细去看，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里面，其中非常大宗像是电子终端产品，可能伺服器笔电，还有非常多的网络通讯设备，这些都还是会被课征 32%。那这个代表台湾非常多的这些代工厂，像广达、仁宝、和硕这些大厂，任何他们生产的产品出货到美国都会被课征这个税，都可能即将大幅涨价。那我们这样看回来，虽然说晶片本身没有被课征，得到了豁免，但是如果最终这些终端产品因为涨价而卖不出去，也会直接影响到晶片的销量。所以从这个方向看回来，对台积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不过有分析指导啦，那台湾有一丝的机会，就是其实在这个状况下，中国可能被课征更高的关税。那有人说现在是 34%， 那附加先前的 20%， 可能高达 54%。那这个会不会造成部分的这些企业呢，需要把他们制造还有组装的工厂整个转移到台湾或其他东南亚国家？那台湾能不能把握这次供应链的转换潮？我觉得还要看在台湾的政府产业怎么应对，跟怎么去跟川普进行进一步的谈判。那在中国的部分真的就很惨啊！其实美国先前就已经在运作，希望很多的这些厂商把他们的制造链转移出中国，到越南、印尼、东南亚等国家。那中国这次被课征这个非常大的关税是全面性的，智慧型手机家电、笔电、家具，甚至到玩具这些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都会被课征这个高额的关税。那以苹果来说了，目前7-8成的 iPhone 组装都还是在中国。那我们讲新款的 iPhone 大约700-800美金来讲，只要加上这20-30%，那如果更高到将近50% 的关税的话，那每一台成本多200块到400块都有可能，等于苹果卖这些产品的利润空间直接被压缩掉。那就算今天美国这么佛心一点，愿意拆解里面的组件来源之后来计算它的关税，那可能台湾这个最重要的晶片可以被豁免掉，但是其他不论是记忆体、萤幕、其他的组件等等，他们都还是逃不过。那即使有些它的产地可能是在韩国或是日本，也都还是有受到关税调涨的影响，所以这个整体的冲击应该是避免不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有切入重点，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到底 iPhone 会涨到多少钱？那我们现在先以目前的关税条件来做预测，未来川普会怎么突然变动去改变到什么？这个我们就先无法计算在内。那我们先说结论美国的 iPhone 是一定会被冲击到，那可能也因为美国 iPhone 需要的调涨，造成我们其他市场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再来回来解释为什么。那现在目前市场的推测就是美国的 iPhone 至少会涨10%到20% 之间。过往来说呢，美国算是全世界的 iPhone 市场里面价格最低的国家之一。那以我们刚提到的调涨空间如果今天一个入门款的可能 iPhone 17数字系列都有可能在将近900块的价格起跳，那如果再加成到每周自己的消费税来说，可能连这个基本款 iPhone 的售价都有机会破千。那很多人会问，我们既然台湾没有要对美国进行这个报复性的关税调涨， iPhone 呢也是直接从中国进口到台湾，为什么我们的售价也有机会受到影响？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今天苹果需要在美国去调涨它的价格，它不可能全部的成本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我们刚提到嘛，如果今天
边说它的成本提高是大概30-40% 之间。那如果这样完全要反映在售价上的话，一定会大大冲击到美国市场对 iPhone 购买的意愿。那同时另外一个会造成的问题，如果今天美国市场的 iPhone 调涨太多，变成它在其他市场购买都更加便宜的话，因为 iPhone 这种东西是全球保，那也有可能造成美国市场直接向国外购买水货。所以苹果比较有可能进行的策略就是，如果今天美国要涨价，那可能在全世界的市场都进行些微的调幅。一方面是让全世界贩售 iPhone 的市场价格都稍微相对接近之外，那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其他市场的涨幅来平衡掉美国市场受到这个关税的成本冲击。所以简单一点讲啦，今天如果我们光是看美国国内市场受到这个关税的冲击可能会调涨很多价格，那其实这个成本可能会加深在所有世界市场的消费者身上。那以一个公司经营角度，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让全世界的价格慢慢去平均起来。因为美国目前还是 iPhone 最大宗的市场，占全球的市占至少超过30%。所以目前市场的分析啦，就是台湾未来如果因为美国调涨，在本地买 iPhone 也有可能在价格上看到5-10% 的提升。那在中国市场呢，就稍微有点尴尬一点，它是仅次于美国市场外的第2大市场。那我们刚刚提到嘛，可能因为美国关税的调涨会迫使苹果要提升在全世界的出厂价，但另一方面，因为中国手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去年已经看到 iPhone 的销量有急剧的下滑。那我们自己预测，苹果应该不太敢让 iPhone 在中国市场有太大的调升，那或者是在标价上面进行调升，然后非常快的在几个月内就会搭配他们其他的供应商去进行非常多的优惠策略。像我们在今年初也有看到iPhone 16全新的系列在中国非常多苹果官方有合作的这些经销商呢，都有非常大的折扣，这个在台湾是比较难看到的。那下一个我们就讲到苹果在全球的供应链可能会怎么去调整来避免掉或是降低更多的风险。那其实目前供应链大致分为3块，那最重要的晶片，主要的晶片就是在台湾，那其他各种零组件包含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都有在制造，最终的组装呢现在还是以中国为主，印度为辅。那在这一波的关税条件之下，其实在台湾的晶片来讲相对算安全，但其实最麻烦的可能是在组装的部分，因为现在从中国组装出口到美国的话，它的关税高达34%，那最高可能到54%。那很多人就会问，那这样不是单纯移到印度跟越南就好了吗？那我们先不说其实印度跟越南也有被课征相对高的关税。那我们就先来讲印度，目前它的产能还远远追不上中国，那甚至它的良率还有供应的稳定性都还在调整之中。那这个是在富士康已经在印度深耕多年 iPhone 的产线之后的结果。即使他们今年最高的目标也只能达到25% 全球 iPhone 的产量，而且在这之中还只是特定的机型而已，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办法一次生产4个不同的机型。最完美的状况，如果他们在印度的产能今年能提高到25%，而且4个机型都有涵盖的话，这个对于美国市场需要的30% 来说还是远远不够。而且更何况印度产能这个25%有非常大宗的这个占比是需要在自己国内贩卖，因为他们当初也是用这个来谈条件，避免在印度国内的一些关税问题。所以实际上到底可以分出多少的占比给美国，这个还不知道。那苹果在这个情况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条款里面，其实川普有为这些美国企业开一个后门，那有人称它为黄金逃生通道或者一个特殊条款。那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苹果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那我们这边称它为一个美国含量条款，那这个是条文9903.01.34，那我们这个相关文件放在下方，大家可以去看。根据这条规定呢，销往美国的产品中，只要它美国原产的成分，那其中是不是可以包含它的设计、技术、软体、专利等等的无形资产，只要占报关的价值达到20% 以上，这个产品就可以免征惩罚性的关税。那简单来说，不仅单单只要看这个产品最终的组装地，那还要看你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少的美国成分、美国味在里面。像苹果这个 A 系列、M 系列的晶片，虽然是在台湾的台积电制造，但如果它的设计专利这些流程通通是在美国的话，那是不是这个部分就可以把它认定为美国原产？那整支 iPhone 当然苹果也可以去跟川普谈判说，这整支 iPhone 虽然它组件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但是它的设计所有的专利还有所有的发想都还是在美国国内，那就看他们如何去谈判，让这个占比超过20%。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川普政府他们留一个通道或者留一个机会，让这些大企业可以过来谈判。那谈判但不是单纯只要提出说证明你的产品有超过20% 的美国含量，就同时这些企业也要提出来，那相对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条件去提升美国的经济，去迫使哪一些供应链回到美国，用这个方式来做交换。因为最后到底认定它美国味重不重呢，还是在川普政府本身。那同样的案例也可以把它放在像是 AI 的伺服器当中，因为这个也是美国国内产业非常需要的，所以或许这个方向是我们这边供应链跟美国的原厂可以一起来努力去降低它的冲击。
好，那最后我们就来快速总结一下，说苹果在这些状况下会怎么因应。那第一可能就是加快在印度还有其他国家的生产占比。那虽然他们也是有得到这些关税的冲击，但是对比来讲还是比中国低了不少。那尤其我们大致上可以预判啦，这一些中国以外的国家未来在跟美国做这些关税谈判的时候，可能得到的筹码也会更多，因为或许这次的关税战本身针对中国的意味就比较明显一点。但是同时这个也需要时间，就看川普政府愿不愿意给他们几年的缓冲期，让他们这些供应链在其他国家可以有时间去达到他们的产能需求。那第二站就是跟美国政府持续的协调跟游说，然后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苹果也有尝试过，那当时是有成功。那这一次呢，看起来川普的手段是比较硬一点，但是其实苹果手上的牌也不少，因为如果真的让这些电子产品在美国的销量受到很大的冲击的话，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所以这个也是苹果可以去谈的一个方向。那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里面它美国位占比只要高于20% 的话，或许就可以得到全面的豁免。那第三点呢，可能它全部产品的这个定位还有定价策略都要做出一些调整。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不会单单让美国一个国家去承受所有这些成本的冲击，可能把它分散到世界各地其他的市场，让大家一起做一些些微的调整，来吸收掉这些成本的增加。那第四点呢，就是积极的再去开发更多国家的市场，像是东南亚、南美洲还有印度等市场。因为在中美之间抗衡的这个事态持续下去下，我觉得苹果也是必须把鸡蛋放在更多不同的篮子里。那这个不单只是市场的开发，整个供应链的重组重新调整，我觉得都会是非常大的难题，但苹果也必须要去做。OK， 那所以最后呢，依照大家最关心的这个 iPhone 或者苹果产品调涨的问题，现在目前市场的分析应该都是避免不掉。那这一次的关税战不单单影响到是一般的物价，也可能是反映到整个世界的供应链经济还有它的政治结构都在重新洗牌。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虽然只能被动的去接受这些价格的调整，但是至少可以多理解一下背后的逻辑，然后去预判一下，未来这个方向会怎么走。那不单单只是看到它变贵，也会知道说，它贵在哪里。那如果台湾价格也调涨的话，即使不是受到关税的直接影响，那为什么间接我们也会得到这样的结果？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分析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然后也帮我们分享影片。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